我们要用紫草粉浸泡油来做紫草皂。我发现台湾、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打皂人真的特别喜欢用紫草来做皂。那大家那么喜欢用紫草做皂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就是它迷人的颜色，根据使用不同品种的紫草来做皂，它出来的颜色都会不一样。像是我左边这个就偏紫色，而我右边这个呢，它就是比较偏红色。所以你每次制作紫草皂都会收获一次惊喜，因为你制作出来的紫草皂有可能是红色、紫色或是蓝色。那大家喜欢紫草皂的第2个原因就是紫草本身就有消疹、抗菌和止痒的效果，所以对于一部分有湿疹或是其他皮肤过敏症状的人，它能起到舒缓的效果。当然啦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，毕竟就算是医生开的药，也未必适合每一个人。所以无论你相不相信草药皂能对皮肤起到舒缓作用，都没有对与错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。那如果你有严重的皮肤过敏，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去就医，因为手工皂它只能当做一个辅助品而已，它并不能保证医好你的皮肤过敏症状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理性的看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君，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， 让我们一起开心打造。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大家，接下来我想要做一个挑战，那就是做一个草药皂系列的影片。那今天这个紫草皂呢，就是我的第1集。那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系列类型的影片，那一旦我说出来了，我就必须要完成它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因为之前我就有在我的 Facebook group 里面询问过大家，平时都喜欢用什么材料来做皂，发现大家真的都很喜欢用草药来做皂，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个挑战，做一个草药皂系列的影片。那目前呢，我是预定要做9集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的草药皂影片，欢迎你留言告诉我。因为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到了3、4个主题而已，而我已经决定了要做9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想到任何草药皂的主题，请你一定要推荐给我，因为我之所以会开这个系列也是出自于你们的投票结果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做这一款紫草皂，和之前的影片一样，我会在完成之后和大家分享一些重点，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今天我们不使用紫草根，而是使用紫草粉做浸泡油。我浸泡的比例是1:5，也就是100克的紫草粉和500克的纯橄榄油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浸泡油的知识，可以去观看我上一个影片如何制作浸泡油，里面有详细的讲解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一瓶为期6周的紫草粉浸泡油，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紫草皂。先把要使用的紫草油拿出来，然后加入其他的油里。现在我们来溶检，记得溶检时要做好防护，戴上手套和护目镜，打开风扇和窗户，静置5分钟。检验完全清澈后，把它放入冰水里降温，或是让它自然降温也可以。那因为浸泡油一般都会加速皂化，所以我就把碱液分批加入油里，这样它就不会一下变得很浓稠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完全是我想多了，吓得我赶紧出动小帮手，低速打了差不多10分钟，皂液才 trace。后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为什么今天的浸泡油没有加速皂化。皂液 light trace 后可以加入精油，然后继续打至 trace。现在皂液上已经能画出明显的痕迹了，这就是 trace 的状态，可以入模了。这2个是我新入手的模具，非常漂亮。先把一些皂液倒入模具里，再用刮刀刮一下，这样皂液会更均匀地流入缝隙中。这个模具会粘在桌面上，放个东西印一下会比较好移动。
放入保温箱中保温48小时后就能脱模切皂了。那这个模具啊，没有办法放进这里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上面，然后我用一个干净的锅把它这样盖着，这样就当作是保温咯。那对于我这一次入手的这个新模具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，然后再配上这个紫草的颜色，简直是绝配。那比起这个方形的模具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圆形的那个模具，那你们又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切完皂以后，用修皂器修一修，把白粉的地方修掉，然后再帮它盖上皂章。盖上皂章以后啊，真的变得非常的有质感。那大家觉得今天这个紫草皂的颜色怎么样呢？我个人啊是非常满意今天这个成品的颜色，因为啊我之前就有使用紫草跟浸泡油来做皂，那它出来的紫草皂呢是偏红色的，给大家看看哦，就是这两个，这个的颜色比较红一些，这个颜色比较淡。我不确定啊，你们在相机前其实能看出来吗？其实它是红色的，可以看出来是红色吗？就是紫红色啊，偏向红色的紫草皂。那由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讨论用紫草粉浸泡油做皂，那这个紫草跟浸泡油呢，我就下次再另外做影片和大家分享，不然呢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会太长了。那这个紫草粉浸泡油呢，我一共浸泡了6周。那一开始的前2周时间，要每天去摇晃它，这样子倒转来摇晃它。2周之后就不需要每天去摇晃它了，就放着浸泡就行了。那在这6周里面呢，我曾经有把它放在热水里浸泡1个小时，也就是我上一个影片啊，当我在制作如何制作浸泡油这个影片里。因为反正那个热水已经煮热了，所以我就顺便让它放在里面浸泡1个小时。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，要不要做热水浸泡法。那我这个浸泡油啊，算是蛮浓郁的，刚才也告诉大家了，它的比例是1:5。那今天我这个紫草皂呢，一共使用了30% 的这个紫草粉浸泡油，它颜色出来就蛮深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这个颜色淡一点，或是再深一点，那你们可以去调整这个配方的比例，或是去调整这个浸泡油的比例。那这个紫草皂的配方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，会有一个链接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看。那至于为什么我今天做的紫草皂没有加速皂化呢？说真的，我自己也有点小惊讶，因为之前当我做紫草跟浸泡油来做紫草皂的时候，它是会加速皂化的。那经过分析以后呢，我有想到3个原因。那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，我这一瓶浸泡油所浸泡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只有6周。那浸泡油呢，你浸泡的越久，植物释放出来的有效性成分就越多，就会导致肥皂加速皂化的越快。所以呢，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浸泡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加速皂化。那我能想到的第2个原因就是，同样的，我这一瓶油浸泡的时间还不是很久，所以这个油还很新鲜，加上我有保存得很好，有避光，有防潮，那这个油呢就还没有氧化。那一旦呢浸泡油浸泡的时间太长，或是它有晒到太阳，它就会容易氧化，一旦氧化，它就会加速皂化。那有时我们的浸泡油可能它已经氧化了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，因为有可能是看不出来或是闻不出来。当我们把这个植物浸泡在这个油里面，这个油呢也会带有这个植物的味道，所以有时这个植物的味道可能会掩盖过了这个油耗味，那我们就没有发现到其实它已经氧化了。像这个紫草根啊，它其实会有一种酸酸的味道，所以当你浸泡在油里面呢，你的油其实也会带有一种酸酸的味道。所以如果它已经氧化了，你有可能会闻不出来或是看不出来。
所以一般呢，浸泡油浸泡了1-2年以上的，它的加速皂化情况都会很严重。因为第一，你浸泡的时间很长，那植物释放出来的有效性成分就很多。然后第二就是有可能这瓶油已经氧化了，而我们却看不出来或是闻不出来。第三就是低温打造，那我的油碱在混合前的温度是油温26.7度，碱液29.5度。那当它们两个混合以后的温度大约是在27度，那我的皂液在入模前的温度是27.9度。那如果皂液的温度越高，皂化的速度就会越快。所以今天我的皂液没有加速皂化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我低温打造。那以上就是我目前想到的3个原因。那如果未来我有发现其他的因素，我也会再和大家分享。那下一期我们要做什么草药皂呢？下一周记得要回来看哦。如果怕忘记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又实用又有价值的内容啦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